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。这次的目的地很特别，它是位于中俄边境的小城黑龙江省绥芬河市。因1903年沙皇俄国修筑的中东铁路而建。中东铁路属西伯利亚铁路在中国境内的一段，火车由绥芬河出中国境，到达俄国的弗拉迪沃斯托克，也就是原属中国的海参崴。这座东北小城深受俄国影响至今，除了俄式建筑，这里也是现今与俄罗斯边贸的前沿。街头随处可见俄语商牌，还有往来带货的俄罗斯人。接下来就一起走入小城市集，来看看边境人们的生活。这里街头的银行也是双语标识的。不仅如此，好多摊主都会用俄语交流。哎，那你这个我请好多钱啊！嘎过那子面垃圾外，说了个表姐，不晓得那子面鸭子哪有把的所有垃圾外都摆脚的，晓得呀？嘛要么是不晓得都往那子面垃圾外都摆脚的。迎面俄罗斯大婶走过来的位置，便是最热闹的市集所在地。绥芬河市的城区并不大，市集所在的这条街可以说是全市最热闹的地方。往来的除了当地人之外，还有俄罗斯人以及来到绥芬河旅游的游客。市集上有卖瓜果蔬菜、日常食材、生活小百货等等，一应俱全。这里是当地人的菜市场，对于外地游客来说，在这里也能买到东北的土特产山货，而对于来到绥芬河的俄罗斯人，这里也是他们喜欢逛的大众市场。不过他们喜欢购买的商品却与中国人截然不同，这里先留一个小悬念，等一下就会揭晓。街的两侧会有一些劳保用品批发商铺，而这里便是来市集上的俄罗斯人最常光顾的地方。除了常见的调味料之外，还有一些菜干，这也是在东北市集上很常见的。鲜活的鱼则是以鲤鱼、草鱼为主。要草鱼啊，要草鱼。这才大吧？那以后就行了，够吃了。地处边境地区，运输路途相对的偏远。这座小城上的市集，蔬菜品种并不像大城市里那样的丰富多样。大豆去吧，这3块钱一块，3块钱一块了啊。街头刚出锅的熟食冒着香喷喷的热气，一下子就吸引了好多当地人的驻足。老板正在忙着装的是卤制好的猪头肉，在当地特别受欢迎，好多家摊位都在卖。我再来一小猪爪，那个哪个是前蹄啊？这你分不清了，分不出来。对，它都开花了，你就挑大小吧。这个这个挺好，这个挺好，这个挺好。行，那你说哪个？不知道哪个行。猪耳，这个都开花了，看不出前后了。这个行，好，来吧，看秤来。
都一个价呀，还是？不是，这是36，这是22。来，这是一份的，是熟的。你给找个猪耳呗。这边接连几家都是劳保用品的店铺，在之后逛市集的时候，就会看到俄罗斯朋友在这边选购商品。烤红薯是在东北市集上最常见不过的小吃了，不知道来市集的俄罗斯朋友们会不会尝试一下呢？这边是鸡肉和蛋类的摊位，与其他城市中的市场相比，这边的规模要小很多。这儿卖的是一些羊杂和肉皮冻，看来无论在哪儿，人们的口味都是一致的。阳台晒化了就没有胶这里面。有鸡丁，有皮豆，还摆啥？能摆下不？皮冻。几家肉铺店都聚集在这里。盆子里的是烧制好的猪蹄儿，旁边呢还有整个的牛头，以及烧制好的猪头。从刚刚的熟食摊位上就可以看出来，在当地，猪蹄儿和猪头肉是非常受欢迎的卤制熟食。用火枪烧制猪蹄，一呢是为了去除猪蹄表面残留的一些小绒毛，其实更重要的是，经过这样高温处理的猪蹄，表面油脂被锁住，对于之后的烹饪呢会更加美味。除了猪头肉、猪皮冻、血豆腐这类猪肉的熟食，牛头和整只的牛蹄也不少。这边围着好多人的，又是在卖猪头肉的摊位，喇叭里还不停地播着新鲜出炉的猪头肉。这大锅里正在煮的就是新鲜出锅的猪头肉了，前面在卖着，后面呢还在煮制中。这里依次摆着的是猪大肠、猪耳朵，还有猪头肉。绕过人群来摊位的另一侧看一看，这边有烧制好的生猪蹄，
还有新鲜的猪口条。开店宝到账27元。站在高处远望市集所在的街道，远处黑压压的全是人群。修鞋摊位这边站着一位俄罗斯女士。有趣的是，在我来市集的路上，一直在她身后与她同行。没有想到她手中提着的塑料袋，竟然是过来修鞋子的。这边的摊位好热闹，我也过来透过人群看一看。原价3块，现在1块钱啊！来9点点啊！你俩别合适啊，一会儿就没了。酸黄瓜，这应该算是俄式的咸菜吧？ 1块钱1根啊，没有了，就这点了。来，罐头5块了，来几根？你那罐头多少钱呢？罐头5块、6块、7。那个呢？那个大的10块，15的这个。这怎么卖呀？那个7块。原价3块，现在1块钱啊！人参、蘑菇、木耳和灵芝，这些都是东北山里的特产。老板很热情又很健谈，这儿的很多山货都是他亲自去山里采的。这手机顶上就是1年就管，天天录，因为我天天上山，天天录。哦，这些都是您自己采的？都是自己采。像这种灵芝也都是这都自己采，都自己采。所有你看这都是成根的，都是自己采，连这玩意都是自己采，就这样。这叫什么呀？这网名叫深青草，你不知道吗？没听过。相当好，深青草它是纯大石喇叭顶打。我这手机都有那个，你看我都有那个，我采那个录像。你看这是那个灵芝的，你看这是一大生出来那个，这在树桩呢。你看我这视频，我自己制作的，自己制作的，这是不是挺好？在山里采的这是。对。就这周围的山吗？对，这在树桩顶长了，是吧？完了，你看这是长成了时候，哇，这么大！哇，在树杈上长的。完了，然后这个我采那个深青草啊，那个深青草，一年这个老多了，我这得。采这些都挺不好找的吧？我们都有，就是说，比如说熟悉它生长的地方。对，直接就去采。年都是。老板很自豪地和我展示并介绍着他采的山货，让我很是羡慕这种深入山里、接近自然的生活。不过同时呢，这确实是一项辛苦的工作。面前走过去的几位俄罗斯朋友，看上去像是一家人，或许也和我一样是想来边境看看的游客。在市集上走着走着，街对面又遇到挑选水果的俄罗斯夫妇。时间临近中午，市集上的人潮渐渐散去。我打算午饭之后，下午再来集市上逛一逛。在边境小城看到有俄语标识的蜜雪，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。现在正是为晚餐采购食材的时候，市集上的人又多了起来。来看看这边水果的物价，
苹果呢是10元3斤，橙子有5元的，也有6元的。辽宁的丹东是草莓的产地，那在黑龙江省的边境小城绥芬河，这里的草莓是10元或12元1斤。板栗红薯是3元钱1斤，旁边还有姑娘果。只要是在东北，不管是不是边境小城，总是会找到糖葫芦，种类也是不少，山楂、葡萄、山药、橘子，还有草莓。这山楂糖葫芦上还撒了果仁儿和葡萄干儿。大一点呗，便宜都。这边摊位上是俄式的香肠、火腿，还有巧克力。相较于绥芬河当地人，对俄式产品更感兴趣的或许是前来旅游的游客。有没有这样的？穿可惜了，你能穿这些？你看我干啥不能穿？这些他可穿不了，你穿不了，你这穿。这一方面穿不，另一方面你也不是。操，那看看。大哥，您这种是人参吗？黄芪啊，黄芪。我说看着不像，我以为是人参。那是人参。哦。这是人参，这是人参哦，黄芪都是这边山里产的。对，你看那个大的。哇，那个大。买这些的主要还是中国人买吗？还是俄罗斯人也买？就是旅游的都买。就是外地旅游的。他们俄罗斯过来旅游的买吗？不是，俄罗斯这玩意儿有。他们就是咱们南方。南方旅游过来买这个。这些俄罗斯也有呀，灵芝。俄罗斯这里有，他们山多呀，吃林子多。他们也讲究吃这个吗？对，他们那个山，他们山多，他们山林比咱这多。那个是660。660，那个是最大的啊，这个是最大的。这个100多年了，这个100多年。你看，这是年轮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张是年轮，这个没年轮了。这个那个100多年了。100多年了。你看，这不是那个木头？你看，这不是这木头长的吗？这样。这个100多年了。100多年。哇。你看这个大年头不多，这个也就是50-60年。50-60年。这才是真正灵芝的。那个。这个，这种灵芝怎么吃啊？买回去打粉，提高免疫力，杀那个癌细胞。是的。可以泡酒吗？泡酒也行。也行。真大呀！你看这个像不像个龟？哇，像这个像乌龟。像不像个大乌龟？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像龟，你看。它像龟，是不是？是。
这个品种不一样吧？它是白色的。对，品种不一样。这种白的更贵吗？这个260。260啊。这纯野生的，你这个木头上带着呢。哦，是。木头，纯野生的。是，都是山里采的哈。这好几10年了，好几10年了，沙花椒。就是炖肉、炖菜、炖肉、炖鱼、炖那个，就是那个炖骨头，特别鲜的。炖肉炖鱼，它就是起鲜味儿的作用，是吧？比那个花雕、大料好。它是纯野生的，关键是。纯野生的。这玩意儿他们当地人都买。哦。他们有泡酒的。那什么？他们有买了泡酒。大哥，您这黑的是什么呀？桦树茸。桦树茸。对。哦。是桦树上长的一种菌类。叫化合红菌，学名叫化合红菌。化合红菌。对。这也是泡酒吃的吗？这是泡水喝的。管那个就是血糖高、血脂高、血压高。降三高。降三高。这种贵吗？几十块钱一斤，这样大的100多块钱一斤。哦，1斤。差不多1斤能喝1个半月。这沉不沉呀？哦，还是挺有分量的。松山赤岭，这是养殖的。后面是养殖的。这是养殖的了，前面是野生的。差不多1斤能喝1个半月。街头饭馆的水饺也是有俄语的标识，并且每一种馅儿都有俄语的说明呢。像是虾爬子馅儿、鲅鱼馅儿，还有八爪鱼馅儿，都算是东北的特色水饺。这多少钱一斤？街头上除了有俄语标识的中国商铺，还有批发俄货的商铺。这也是走在绥芬河街头上最常见的商铺类型。15块钱一斤，3根能够一斤。这冒着热气的，果然又是一个卖猪头肉的摊位。猪头肉1块也没了，全卖光了。小的都卖了，这么干。看看这猪头肉好不好，带口条的。哎呀，真好。看看这猪头肉好不好啊？刚煮出来的。刚出锅，刚捞出来的。揪的，还去了扒了。哎呦，这扒拉都碎了，你看看。高度。行。好，这猪头肉了啊！猪头肉大肘子了啊！这色一样。看这色儿，咱家这猪头肉好在哪儿？后面肥膘全炫去了，前面还带着大口条，你咋买都合适。而且烀的还烂乎，味儿还好。就是好吃。20一斤，你说值不值吧？值。来一个。来一个，干一个。热腾腾的猪头肉20一斤，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过来。到口条这边。好嘞，来了啊。这还热乎烫手呢，刚从锅里捞出来。大鱼8块8，放下来。我看出来这个38.8元啊！猪头肉大肘子了啊！2斤多。268。都是猪肉啊！都。是咋卖的呀？这个20一斤，带口条的，看，带口条的。不要口条，我就想吃。
逛着逛着又遇到了俄罗斯朋友，像是妈妈带着自家的女儿。这里便是上午经过的劳保用品店铺，这些劳动时用的橡胶手套是特别受欢迎的劳保产品。市集所在的街道其实总体并不算长，逛着逛着又走到了上午路过的肉铺。市集上的各个摊位以及店铺从一早就开始出摊开店，一直到傍晚才结束。这多好啊！看一看人的耳朵也没了，脸蛋也没了。特价了，大肠特价了，血肠血块特价了，猪头特价了，特价了，血肠血块特价了，血肠血块特价了，血肠血块特价了，猪头特价了，猪爪特价了，大肠特价了，血肠血块特价了。这是在东北很常见的腌芥菜英子，好多的家常炖菜里都少不了它。在东北其他早市和市集上常见的粘豆包，当然在这里也不会缺少。傍晚时分的市集上，摊位也摆出了新做的烧饼、馒头，还有窝窝头。另外一种在东北的市场上很常见的就是这种大的蚕蛹，家常的做法我猜可能是油炸，不过在烧烤中却很常见它的影子。我有尝试过烤大蚕蛹，味道还是很不错的，因为有满满的蛋白质。老板，您这大蚕蛹怎么卖的？大的60，这个50。60、50。我就想吃这个。哎，对面的这两位不就是刚刚在买劳保手套的俄罗斯大婶吗？正说着，又走过去一群俄罗斯的朋友。20块钱8嘛。大姐，您这腌萝卜是咸的还是甜的呀？咸的。咸的。这两种一样吗？一样的，但是那个就是腌的早点，那个这晚点腌的，就是色儿不一样，一样可好吃了都。腌的晚，颜色就绿一点。对对对。哦。这个是啥？这个搁那我晃一下，没它稀，它都是一样东西。这不要卖时间长了，它都得那样。这刚才腌的早，这腌的晚。对。这胡萝卜也是咸的吗？对，夏天我卖粽子，直接可以吃的。回家就拌着吃就行了。做面条乳也行。太阳渐渐西斜，集市上的一些摊位已经开始收摊了。明天一早，这条街上又会重新开始热闹起来。希望这次的节目可以为大家展示一个不同于大城市的边境小城生活。街角处还残留着寒冬过后的一些冰雪，时不时的还可以看到一些俄罗斯人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